你是否感到被政治彻底耗尽精力？你的心灵平静，你的日常安住，似乎随着最新的爆炸、新头条或点燃社交网络的最激烈辩论而起伏不定。你拿起手机想与世界连结，却感到胸口沉重的压迫感，一股愤怒、分裂、令人瘫痪的无力感涌上心头。这是一种被困在恶性循环中的感觉。每一条新闻似乎都要求你立即做出情感反应，让你筋疲力尽，没有精力去关注自己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种公民疲惫不是你的错，它是一个旨在通过持续的冲突和愤怒来吸引你注意力的环境的结果。多年来，你被巧妙地训练去反应，而不是回应。你被条件化地对每一次挑衅感到愤怒，对不同意见感到人身攻击，在公共舆论的无情风暴中，像一片随风飘摇的鞋子。你的思想本应是你的声殿，你清晰和决策的空间，却被外部的混乱所殖民。你进行批判性和冷静思考的能力，被那些从你的焦虑中获利的算法所绑架。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无关紧要，只是愤怒人群中的有一声呐喊。但如果有一种方法，既能履行你的公民义务，积极参与，又不牺牲你的安住和内心平衡呢？如果你能成为政治飓风中的稳定支柱呢？想象一下，参与世界事务的可能性，不是处于反应和压力，而是处于一个平静、力量和不可动摇的目标中心。这是我在这段视频中向你做出的承诺。这无关冷漠或脱离世界，而是找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我们将一起探索4个基本美德，它们将把你从一个被左右摇摆的反应性公民，转变为一个驾驭风暴、既已经战且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公民。如果你准备好夺回你内心的平静，请继续观看。为了坚定你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承诺，请订阅频道、点赞，并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一转变。解决这种慢性疲惫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应用程序、一个新的政党，或者把自己隔离在一个沉默的泡沫里。解决方案是一种更古老、更强大、经过时间考验的技术，一种思想的技术。我们说的是斯多葛主义，但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种刻板印象，一个没有情感、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将探讨它的真正面目，一份人类心智的操作手册，一套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战争和危机止或中锻造出来的精神工具。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学术哲学，而是美德公民的技术，一个旨在为你注入力量、清晰和人性的操作系统，让你能够面对外部的混乱，而它却不会扰乱你内心的平静。我们今天要重新定义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的斯多葛冷漠，我们将把它重新定义为公民的坚定。这并非不关心你的国家或社区的命运，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关心正确的事情。公民的坚定是在不被愤怒和恐惧的情感过山车绑架的情况下参与、辩论和行动的能力。目标不是冷漠，而是赢得你的内在的主权。这意味着，无论选举、新闻或在线辩论中发生什么，你内心的平静和目标状态都由你掌控。你不再是外部刺激的纯粹反应者，而是一个从不可动摇的平静中心出发，在世界上行动的行动者。这种智慧并非现代理论，它曾被那些身处权力和混乱中心的人们所实践和记录。我们谈论的是马克·奥勒留，那位统治着世界最大帝国的皇帝哲学家，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在文艺、战争和政治背叛中统治自己。我们谈论的是塞涅卡，那位生命浪劫暴虐的尼禄皇帝的顾问，他眼泛地写下了如何在一个道德败皮和危险的环境中保持美德和理智。我们还谈论艾比克泰德，一个身为努力却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之一的人。他教导说，真正的自由是一座内心的堡垒，任何暴君、政府或公众舆论都无法侵犯。他们向我们展示，
这种力量不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而在于你思想的记录。你必须培养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美的是智慧。在4多个时间中，它体现为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理性堡垒。这不是一种学术上的书本和理论上的智慧，而是一种适用而敏锐的智慧，即看清世界真相的能力，而不是你的情感或媒体希望你看到的样子。这是你所有公民人性的基石。没有这座堡垒，你将永远是那些懂得操纵你情感的人手中的玩物。建立这个内心的城堡，是你作为一名不可动摇的公民的首要和最重要的责任，因为你所有的力量、清晰和在公共生活动荡场景中的行动力，都将源于此。阻碍这座堡垒建设的内心冲突，是你被变成为反应型。你的思想被条件化地相信，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都需要立即且相应的情感回应。一个不利的选举结果似乎是个人灾难，一个政治对手的生命被感觉为直接的冒犯。你被教导将自己的身份与外部世间融合在一起，使你的心灵平静成为完全超出你控制范围的时间的认知。这种将你城堡的钥匙交给每一个新的谣言、每一个新的头条新闻的倾向，是操纵者利用的主要弱点。一是你保持在一种持续且有利可图的焦虑和愤怒状态。建立这座堡垒城墙的主要工具是控制而分法。这是一个4多个原则，其间单性粗暴而起效用具有变革性。它在与向外可医生一样，精确地将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分为2类：你能控制的事情和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这种区分不是一种智力练习，而是你必须应用于你消费的每一条新闻，你参与的每一次辩论，你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的持续过渡期。这个工具将权力归还给你，向你展示应该在哪里投入你有限的精力，在哪里应该是渐逐渐的接受，从而使自己免于无用和自我毁灭的痛苦。让我们从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开始。你无法控制选举的最终结果，你无法控制其他公民的观点、言语或行为，无论他们是你的邻居还是政治领袖。你无法控制媒体将如何构建新闻，也无法控制社交媒体算法将如何放大两极分化。你无法控制全球经济、国际危机或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丑闻。试图控制这些事情中的任何意见，就像试图指挥风向或抄袭涨落一样，这是导致挫败、愤怒和一种令人瘫痪的无力感的必然配方。它是你被困在疲惫的循环中，试图控制不可控制事，是你所有公民焦虑的根源。你为一条政治家的推文而愤怒的每一分钟，你为希望能改变一个陌生人而在网上争论的每一个小时，都是直接从你的城堡中流逝的生命能量。就好像你打开了堡垒的大门，邀请的军进来掠夺你的资源。反应性公民就生活在这种永久的围困状态中，他的防御被削弱，总是在情绪崩溃的边缘，因为他把自己的安住都在了从一开始就不在他手中的结果上。现在，让我们关注你真正的力量领域，你能控制的事情。你可以控制自己对时间的信念和判断，你可以控制你决定如何解释一次政治失败，是世界末日还是重新评估策略的机会。你可以控制你的行动，你的投票，你参与建设性讨论，你对你所信仰事业的支持。你可以控制你的言语，选择理性而非冒犯。你可以控制你的注意力，决定是无差别地消费新闻，还是为了保护你的思想而有策略地、有限地获取信息。这是你的王国，在这里，你是主宰。不可动摇的公民的日常时间是一种持续的警惕和中心定向的联系。当因一则新闻而涌起愤怒的浪潮时，你作为城堡的守护者，必须走到门口问：这件事是在我的控制之内还是之外？如果它在之外，你观察它，理解它，但你不允许它侵入你的城墙。你把它看作是外面的天气，一场你可以从窗户看到的风暴，但它无法摧毁你的房子。
然后你将你的能量中心导向你的领域。鉴于这种情况，我现在可以采取的合乎美德的行动是什么？想象一位名叫克劳迪奥的司机在混乱的交通堵塞中驾驶。反应性的克劳迪奥按喇叭，咒骂其他司机，他的血压升高，心中充满愤怒，仿佛他的女货能奇迹般地疏散交通。他正试图控制不可控制时车流他人的行为。他到达目的地时筋疲力尽，心情苦涩，而4多个的克劳迪奥则认识到他无法控制交通。他控制着他的车，他的呼吸，他听的音乐。他利用这段时间听播客或仅仅是练习耐心。他在同一时间到达目的地，但心情平静，精力充沛。政治就是这场交通堵塞。做4多个的克劳迪奥，你的思想就是城堡。24小时新闻，煽动性的帖子，愤怒的辩论，时日也在外面扎营的卫城军队。他们向你的城墙投掷恐惧、焦虑和愤怒的炮弹。如果你没有城墙，每一次攻击都会直接命中你的中心，让你处于持续的警报状态。建立在控制而分法制上的理性堡垒，让你能够站在了网塔上，观察外面的混乱，分析敌人的战术，但保持安全冷静，并掌控你的内部领土，准备好以策略而非恐慌来行动。因此，行动中的智慧是毫不留情地专注于你的多，而不是风暴的艺术。船长不会把精力浪费在对海浪大喊大叫或诅咒风上，他专注于调整帆，保持航向，智慧船员。同样，你的任务不是改变政治的本质，政治总会有它的风暴，而是成为你自己思想的航海大使。通过应用控制而分法，你停止于海洋搏斗，开始利用你的力量以及巧合目标驾驶你的船，无论天气多么恶劣。这第一个训练的结论是一个力量的宣告。通过建立你的理性堡垒，你不再是政治环境的受害者，而是你自己内心平静的建筑师。你赢得了对你最宝贵财富的主权，你的注意力和你的安住。这种精神上的清晰不会让你变得被动，相反，它使你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行动者。摆脱了情绪反应的迷雾，你可以更清晰地思考，更精确地行动，并以普通人，那个沉迷于愤怒的公民，永远无法企及的力量和耐力参与公民生活。一旦你的内心城堡安全了，就该锻造你的第二件工具——正义之盾。在4多个的背景下，正义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或一个抽象的政治理想，它是一种积极的美德，一种日常的记录，基于尊严、公平和对我们共同人性的基本理解来对待他人。在政治舞台上，趋势是将对受废人化和妖魔化。这面盾牌是你低于仇恨和分裂毒药的主要保护，它让你能够参与辩论和公民行动，而不会被分裂社会、毒害灵魂的部落主义所腐蚀。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人性有强烈的部落主义倾向，归属于一个群体，并以我们对抗他们的视角看世界，在心理上是令人满足的。对另一方感到蔑视，会释放多巴胺，创造一种虚假的道德优越感，并加强与自己部落的练习。现代政治无情地利用了这一弱点，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转变为生存上的敌人。抵制这种冲动，选择正义而非部落主义，就像逆流而上。这需要大多数人不愿意培养的品格力量，他们祝愿选择共享仇恨的有毒书罐。为了聚起你的盾牌，4多个牌为我们提供了希罗可勒的通心圆这一强大的比喻。想象一系列围绕着你的通心圆。第一个圆是你自己的思想、你的品格，下一个是你的家人和朋友，然后是你的当地社区、你的城市、你的国家，最后的源泉包含了全人类。根据希罗可勒的说法，不可动摇的公民的任务是不断努力将外权拉向内权，以你对待自己家庭的同样关心和责任感来对待全人类。这是一种扩展你的同理心和责任感的练习。在政治实践中，这意味着当你遇到一个与你观点截然相反的人时，你必须有意识地努力
不把它看作一个标签、左派、保守派，而是看作一个与你同住在一个共享圈子里的同胞。他和你一样，有恐惧，有希望，爱他的家人，并相信他的想法是社会的最佳途径。这种观点不要求你同意他或放弃你的原则，他只要求你以一个人应得的基本尊严来对待他，拒绝将他非人化。这是你盾牌的第一次格挡。正义之盾在保护你的同时，也投射出力量。通过拒绝使用侮辱、诽谤或非人化作为辩论武器，你迫使讨论提升到思想和论证的层面。你展示了卓越的品格和对自己立场的信心。这些立场不需要地基站主来支撑，这可能不会在当下说服你的对手，但它保全了你的政治，并阻止你陷入仇恨的泥潭。正如马克·奥勒留所教导的，仇恨是一种毒药，它对感受它的人的伤害远大于其目标。想象一下，你在一次家庭晚宴上，一位亲戚开始捍卫一个你认为荒谬和冒犯的政治立场。反应性公民的反应是立即的攻击、嘲笑、提高音量，把晚宴变成一个战场。结果是家庭关系受损，没有人改变想法，而不可动摇的公民手持正义之盾会暂停一下。他倾听是为了理解，而不仅仅是为了反驳。他提出问题，他攻击观点，而不是人。他可能会说：“我强烈反对你的结论，但请帮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维持了互动的尊严。请记住，斯多哥的世界主义，我们都是世界 （cosmos） 公民的理念，是这面盾牌的基础。党派、意识形态，甚至国家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出生和环境的偶然。在所有这些标签之下，我们都是同一物种的成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在激烈的政治讨论中，老基者一观点是一种深刻的智慧行为，它让你能够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但没有第一的斗耀，从而保留了对话的可能性和社会的健康。首先，从你自己的思想开始，通过实践公民正义，你成为你所在环境中的一股稳定力量。人们会注意到，即使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你也不会被仇恨的潮流所席卷。你成为一个参考点，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辩论的人。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这种不将人非人化而参与的能力，不是软弱的标志，而是一种巨大而罕见的力量。这是一个真正领袖的标志，无论你是否担任正式职位，你通过自己品格的榜样来领导。这第二个训练的结论是一个政治的宣告。通过会晤正义之盾，你拒绝成为你所反对的样子。你不允许分裂和仇恨的都要污染你的内心城堡。你以尊严的盔甲进入公共舞台，以一种战略性的尊重对待对手。这种尊重既保全了你自身的人性，也提升了话语的水平。你对最具传染性的政治疾病免疫，那种人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更派的人的信念。既然你已经加固了你的思想并保护了你的品格，也许你觉得准备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成为不可动摇的公民的人，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播放列表，其中包含其他4多个工具和时间，以进一步加强你的路程。把这看作是你训练下一阶段的邀请。你可以通过点击描述中的连接或屏幕上出现的卡片来访问它。不要把它看作是分心，而是你为我们路程的下一阶段所需要的武器库。现在，让我们继续。你的堡垒意见，盾牌在手。第3个需要掌握的美的世界指，这在实践中转化为平静的记录。这不是一种被动的平静，一种情感的确实，而是一种对你情绪反应的积极和持续的警惕。这是一种能力，能够观察到愤怒、恐惧和焦虑在你内心像天空中的云朵一样升起，而不与他们认同，不让他们成为智慧你穿织的风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它像一台制造愤怒的机器一样运作。这种记录就是你的舵，是在最猛烈的海浪中
让你保持航向的工具。内心的冲突是情感戏剧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愤怒可能会上瘾，它提供了一股能量的爆发，一种道德清晰感，以及一种归属于一个正义团体对抗邪恶力量的感觉。而恐惧则能完全捕获你的注意力。社交媒体的算法和新闻的制作者对此了如指掌，他们设计内容来绑架你的边缘系统，绕过你的理性，直击你最原始的情感。选择有记录的平静而不是愤怒的即时满足，就像选择沙拉而不是甜点。这需要意志力和对心理健康长期益处的清晰理解。这里的主要实践是成为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公正观察者。当你读到一个让你愤怒的头条新闻时，4多个的训练只是你不要立即反应。相反，你应该在内心里退后一步，对自己说：我正在观察愤怒的感觉在我体内升起，它是我胸口的一股热浪，我下巴的紧张，这是对我判断发生了可怕事情的反应。通过描述情绪，而不是与之融合，你创造了一个关键的空间。在这个刺激与回应之间的空间里，存在着你选择理性且优美的反应的力量。把政治想象成海洋上的一场大风暴。反应性公民坐在一艘没有舵的小船上，被每一波新闻和每一阵舆论的风猛烈地抛上抛下。他的经历是持续的恐慌、晕船和对沉船的恐惧，而不可动摇的公民则是一艘坚固船只的经验丰富的船长。他无法阻止风暴，但他掌控着他的舵，他的平静的记录。他看到巨大的海浪臭闻危机逼近，但他不是恐慌，而是调整帆进我舵，以及巧合专注力航行穿过动荡。一种强大的4多个技术来培养这种平静，是 premeditatio malorum 或对恶的预象。应用于政治，这意味着你应该花时间去思考最屁的可能情境。你的候选人可能会输掉选举，你不同意的法律可能会被通过，公共话语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度。通过实现以平静和理性的方式想象这些结果，你剥夺了他们在未来真量和扰乱你的力量。你已经在你的思想中经历过，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最屁的情况发生，你的反应不会是恐慌，而是一种主静的接受和立即专注于这个问题。好吧，这发生了。我的下一个合乎美德的行动是什么？平静的记录还要求有意识地控制你的信息环境。你没有义务成为无进度行流的被动容器。做一个你信息流的无情策展人，取消关注那些专门制造愤怒的账户，静音那些一部城市和愤怒进行辩论的人，设定特定且优先的时间来消费新闻，而不是让它打断你的一天，让你总是在线。保护你的思想面受持续的轰炸不是物质，而是战略性的心理卫生。这相当于不让有毒垃圾在你的城堡内堆积。记住艾比克泰德的教诲，不是时间本身困扰我们，而是我们对时间的判断。一个敌对政党的胜利本身并不是世界末日，是你的解释、你的判断增加了那层灾难和痛苦。平静的记录是不断挑战这些自动判断的时间，是问自己：我的这种反应是基于客观现实，还是我对自己讲述的关于现实的可怕故事？这个简单的问题可以在焦虑和愤怒完全控制之前将其解除。这种平静不会让你变得冷漠，相反，它使你的行动更有效。愤怒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但它是一种肮脏的燃料，它燃烧得快，让你对策略视而不见，并导致你犯错。而平静则是一种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它让你能清晰地看到政治棋盘，预测对手的行动，并以冷静、深思熟虑的精确性行动，而不是在盲目的愤怒中挣扎。平静是战略家的心态，而不是绝望的普通士兵的心态。这第3个训练的结论是一个掌控的宣告。通过掌握平静的记录，你成为你情绪反应的主人，而不是他们的奴隶。你学会了以经验丰富的船长的主境来驾驭政治的风暴，利用混乱的浪潮作为信息，但绝不允许他们使你偏驰航向。你将普通公民最大的弱点——反应性、
转变为深思熟虑的回应，这是你最大的力量，确保你的行动有理性和美的引导，而不是有瞬间的恐慌或愤怒引导。最后，我们来到了我们训练的高潮。勇气的美德，它表现为正确的行动，在建立了你的理性堡垒，锻造了你的正义之盾，并掌握了平静的记录之后，你不应该被动地待在你的城堡里。士多格主义的目标不是托持世界，而是优美的地参与其中。士多格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也不是鲁莽地寻求危险，它是无论恐惧、社会压力或不受欢迎，都能根据你的原则和责任行动的能力。这是你内在力量转化为外在影响的时刻。这种美德所要面对的内心冲突是对后果的恐惧，害怕被朋友或家人批评，害怕因表达不受欢迎的观点而被取笑或攻击，害怕你的行动、你的投票、你的积极行动、你的声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只是浪费精力。这种恐惧导致瘫痪或顺从。许多人知道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是什么，但为了避免不适和风险而选择沉默或无所作为。公民勇气是穿越者斗恐惧之墙，去完成理性和正义对你的要求。不可动摇的公民的第一个正确行动是以挂档的心态履行其基本的公民义务，如投票。你投票不是带着你的候选人会奇迹般地解决所有问题的热情、希望，也不是带着另一个候选人会毁灭世界的世界末日般的恐惧。你投票是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你研究、分析并选择那个根据你最好的判断、最符合美的原则的人。然后，至关重要的是，你对结果是坏，你尽了你的本分，结果属于不可控的领域。你的满足感来自于责任的履行，而不是胜利。第二种正确的行动是有目的和有纪律地使用你的声音。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平台上大声疾呼你的观点，而是明智地选择你的事迹和言辞。当所有人都顺从一个披着意识，在工作会议上说出真相，在对话中表达一个深思熟虑的观点，即使知道它可能不受欢迎。不可动摇的公民说话不是为了赢得讨论或感到优越，而是因为沉默将是对自己原则的背叛。他更关心他言辞的政治，而不是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勇气也体现在愿意反对自己的部落，这也许是最困难的考验。批评另一方很容易，指出自己政治或意识形态团体内的缺点、虚伪或错误，则要困难和冒险得多。这么求对真理和美德的忠诚高于对团体身份的忠诚，这个行为证明了你真正是住在，你没有把你的良心外包给一个政党或一个运动。这是一个独立思考者的标志，而不是一个部落追随者。想象生活在尼禄统治下的塞涅卡，他没有公开革命的选择，他的正确行动在于试图劝告暴君，减轻他最癖的冲动，撰写能够为后代保存智慧的哲学。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致命危险的环境中航行。他的勇气不是战场上士兵的勇气，而是一个有的知人试图在他现实的严酷限制内行善的勇气。同样，你的正确行动必须挂应你自己的情况和影响范围，无论大小。技术，士多格的焦点是重在于意图而非结果。你的行动是否成功，不是用它是否奏效，或乃是否达到了期望的政治结果来衡量的。成功是用呢是否以智慧、正义、价值和勇气行动来衡量的。你可能会输掉选举，可能说服不了任何人，甚至可能因你的努力而受到批评，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看着镜子，知道你作为最好的自己行动了，你履行了你的责任。这是唯一真正由你控制的胜利，也是唯一真正对你的品格重要的胜利。这4个美德之路的最终结论是你完整的转变。你不再是反应性公民，是政治风暴中随风飘摇的蝎子。你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公民。你的思想是一座堡垒，你的品格被一面盾牌保护，你的情感由铁的记录统治，而你的行动由你原则的勇气引导。
你消息灵通，但不过载；你参与，但超然。你不仅为你自己，也为你周围的每一个人，成为了一股稳定、理性和美德的力量。你已经走到了这次路程的尽头，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探讨的4个美德：理性的暴雷、正义之盾、平静的记录和正确的行动，不是用来欣赏的概念，而是每天都要使用的工具。世界不会停止混乱，政治的风暴不会平息，但一些根本性的事情已经改变。你现在拥有了地图和指南针，可以在这些汹涌的水域中航行而不会沉没。你学会了区分天气和你的船，专注于你的舵，并有目的地保持你的航向。从反应性公民到不可动摇的公民的转变不是一次性事件，它是一种日常时间，是每个早晨、每条新闻、每次对话中更新的决定。你成为这跟公民之主的旅程现在开始，以一个生命、一个权利的首次行动。你的第一次公民记录时间将不在投票向前或辩论中，而就在此时此地。我希望你用保护你内心城堡的承诺来丰盈你的决心，去评论区坚定地写下：我的平静就是我的力量。这不仅仅是视频里的一个随机评论，这是你个人主权的第一个法令。这是你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向你自己宣告：你的安住不再出手，你的思想将不再被混乱殖民，并且呢，只有你才是你内心平静大门的守护者。如果这条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受到了对一种更强大、更注定的公民身份的呼唤，那么就在这个不可动摇的公民社区中正式确立你的位置。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请订阅频道并击或通知，以免错过接下来的训练。点赞，让这条信息能够轰击更多感到疲惫并需要这份慰藉的人。最后，通过评论，我看到了最后呢，表明你是这个承诺核心的一部分，这样我就知道谁是我们社会真正的未来支柱。将此视频分享给你认识的正在为政治焦虑而痛苦的人，这是一种服务行为，帮助他人也建立他们的堡垒，以美的行动。